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7月24日新闻头条：苏维达惨案数据公布，挫败刺杀总理图谋。伊朗每日爆发秘密袭击，联合国拒发物资致腐烂。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国防部总干事访印，在崛起之师军事成果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部总干事退役少将阿米尔·巴拉姆首次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旨在深化两国防务合作。他在访问中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及印度国防部秘书拉杰什·库马尔辛格，介绍了中东战略态势及崛起之师行动的主要军事成果，强调了以色列在行动中展现的尖端技术能力。会谈内容包括加强防务与战略合作，尤其是在联合研发与生产方面。巴拉姆还与印度本地国防企业代表会面，推动双方工业合作。他表示，印度是以色列的重要伙伴，两国在多次复杂局势中展现出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当前的作战成果及共同安全挑战为深化防务与工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哈雷迪封锁道路抗议征兵。视频显示，哈雷迪示威者在希拉特十字路口封锁通往莫迪因和耶路撒冷443号公路的通道。此次抗议针对3名在墓地保护行动中被捕后因逃兵役身份被移交军方的青年。抗议活动有预制标语牌，显明有专业组织介入。缅怀牺牲士兵。缅怀并祝福在战斗中牺牲的内查赫耶胡达营的摩西、施缪尔、诺尔，愿上帝为他的血报仇。让我们一起书写一卷妥拉之书，以示追念。挫败刺杀总理图谋。一名70多岁的特拉维夫女子，政府抗议者，被指曾多次表达刺杀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意图。他曾向其他抗议者打听如何获取武器及 RPG 火箭弹，并了解总理安保情况。其同伴向警方举报后，女子被起诉，目前无涉外联系。记者指出，这起案件反映出抗议活动暴力升级的趋势。驱逐贝都因人引发停火危机。苏维达地区贝都因人持续被驱逐，引发愈演愈烈的愤怒，可能危及脆弱停火协议。苏维达惨案数据公布，目前已有1339人被杀，其中196人为被屠杀的平民，另有多名妇女和儿童被绑架。苏维达医院工作人员证实，医院病房内包括儿童在内的病患遭杀害。以军为德鲁兹提供医疗救援。以军医疗部队重新启用在叙南哈贾尔村的前线移动医疗设施，为德鲁兹人群提供常规与战伤治疗。美以叙将在阿塞会晤，美以叙3国高级官员将于阿塞拜疆就叙南安全机制举行会议，寻求缓解局势。叙请求土耳其协助防御。叙利亚官方消息称，已正式请求土耳其帮助加强其防御能力。伊朗爆炸事件震动各方。伊朗革命卫队总部传出巨大爆炸声，有消息称伊朗正面临美日秘密袭击，却选择保持沉默。GPS 系统在部分区域中断，官方称出于安全原因。人质协议磋商持续。调解方表示，哈马斯对人质协议的最新回应非常负面，因此未将其转交以色列，并要求哈马斯重新提交更具建设性的提案。与此同时，据12频道记者报道，以色列国内对一次性交换协议的支持并不广泛，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接受高代价换回所有人质的问题。哈马斯昨晚已重新提交回应。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以色列部长德拉莫与卡塔尔首相将于明日在意大利萨丁岛会面，讨论人质协议。以方消息人士称，
今晚或明天将知道是否接近协议。若无进展，原因可能是加沙饥荒虚假宣传影响谈判。黎巴嫩阿赫巴尔报报道称，哈马斯对停火提案的正式回应包括对2项主要条款的修正建议，并就其他条款表现出灵活性。哈马斯要求在停火期间，以军修改部署图并撤出居民区及接连加沙南北的萨拉赫丁走廊，但表示愿意接受距离边境800米内有限度的以军存在。同时，哈马斯要求人道援助改由受其控制的联合国机构独自管理，取消美国设立的加沙人道基金的参与，并要求将拉法口岸设为唯一援助通道，并在停火期内双向开放。这意味着以色列将难以进行武器审查，且需埃及同意才能开放口岸。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哈马斯的回应恐怕难以推动快速进展，正评估其中可接受的部分。卡茨警告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辛瓦尔兄弟毁了加沙，哈达德正在将其彻底摧毁。哈马斯高级官员在奢华酒店庆祝，却拒绝释放人质。如果人质不尽快释放，地狱之门将开启。联合国拒发致援助物资腐烂，约950辆已通过以色列检查，准许进入加沙的人道援助卡车，因联合国拒绝接收与分发，长时间滞留在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加沙一侧，导致车上食品腐烂。近日，全球人道基金提出免费代为分发，仍遭联合国拒绝。胡塞深夜导弹未达已尽。今日凌晨0点30分，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一枚弹道导弹，但未抵达以境内，未触发任何警报。胡塞袭击红海航运。报告称，也门摩卡西北部30海里处发生海上安全事件。真主党终止谈判。真主党暂停谈判，要求以色列撤军并承诺停火，要求其回归联合国1701号决议。黎巴嫩政府会议激烈，真主党拒绝裁军，甚至在以色列撤军后仍保留自杀式无人机及精确弹道导弹。议长纳比贝里向美国特使表示，无法保证真主党解除武装。泰柬边境爆发冲突，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爆发交火，建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炮击泰国，泰军发动空袭报复。美国与中国大使馆均发布避开边境地区的安全警告。事件反恐行动。以色列国防军昨日在撒马利亚的事件那不鲁斯市展开大规模反恐行动。以军启动北部海上演习。以军于纳哈里亚、阿克里、罗什哈尼克拉海域举行军事演习，预计将出现大量船只及安全部队活动。卡法尔尤纳疑似恐袭事件。以色列卡法尔尤纳地区发生一起疑似袭击事件，一辆车冲撞人群，导致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中等，5人轻伤。警方出动直升机展开对肇事车辆的搜捕行动。以军击毙投燃烧瓶者。在埃奇翁地区靠近阿尔卡德尔的道路上，2名恐怖分子向途经车辆投掷燃烧瓶，被以色列国防军击毙。总检察长与政府对峙网络法案。以色列政府宣布拟通过紧急法令实施全国网络安全新规，原因是国会在兵役立法问题上陷入僵局，导致相关立法无法推进。新规要求各单位报告并共享网络攻击信息。法规推行的背景是近期网络攻击事件激增 700%。司法部长致信总理指出，政府不得因政治僵局绕过议会程序立法。然而，内阁仍通过该法令，并于今日将其正式刊登于政府公告。比斯穆斯接任议会内部委员会主席。
利库德党成员比斯穆斯接替埃德尔斯坦出任以色列议会内部委员会主席一职，显示政坛力量结构出现新的调整与再平衡。政界人士要求恢复约瑟木主权，由约西达干和议员茨维苏科特发起的联署活动中，共有62位部长和议员签署支持，呼吁以色列恢复对位于事件那不鲁斯的圣经人物约瑟木的完全控制权，确保犹太人对该圣地的全面管理与自由出入。特拉维夫反战示威。昨晚，特拉维夫哈比马广场举行反战示威，参加者包括战斗士兵家属、人质家属及加沙边境居民，呼吁结束战争并归还所有人质。国际法院对气候变化的认定。联合国国际法院裁定，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发的普遍性全球风险，会员国有法律义务加以防止。总结：以防长访印深化合作，哈雷迪抗议征兵，女子策划刺杀总理被捕，苏维达屠杀持续，人质协议受阻，联合国拒发援助致物资腐烂，胡塞习以未果，真主党终止谈判，泰检边境冲突，以政府推紧急网络法案引争议。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